大家好，小军。正月初五啊，我结婚啊。我们农村的习俗呢是要摆大席啊，就需要很多白酒。那中国最好的酒呢就是茅台了啊，但咱茅台肯定买不起了。那怎么能买到茅台的平替呢？最近我就调查说，茅台镇呢很多酒厂，但是遵义政府呢只给了15家酒厂做了酱香型产区的认证啊，听起来挺靠谱的。当然呢，白酒这个行业的坑呢也是很大的啊。那我一直都很好奇啊，这个在茅台镇生产的酒，到底跟这个茅台有什么区别呢？所以我们这一次就一起去一探个究竟。茅台，我来了。现在是早上7点的茅台镇，这边就是赤水河。我现在在他们的酒罐上面啊，这个酒罐非常大，大家看看啊，在山上面，一个酒罐里面呢囤了有800吨，而像这样的罐子呢，他们有150多、160个哦，什么概念呢？啊，大家可以这么算啊，一瓶这个茅台酒呢，500毫升，有1斤，你就想吧，一瓶1斤，800吨，哎，大家数学好的算一算啊，能够做多少瓶酒？啊，据说这种大的酒罐呢，一个成本就得100多万啊，小的也得60、70万一个罐，哇！这个就是做白酒最关键的一个曲药，小麦做的啊，小麦。那这个小麦大部分在我们河南啊，所以茅台有我们河南人的功劳。这里呢就是用小麦、还有水、还有母曲，然后把它打碎混合的，用这个来做曲。这个环节呢叫采曲，就是用脚踩。但这是一个古法，一个传统啊，可能现在年轻人看了以后觉得不卫生，但实际上酒呢，大家知道啊，它是用蒸馏法，它本身它也不是直接吃这个啊，这个是一个曲，所以你怎么说呢？酒呢，你想吧，里面酒精度高达50、60度，甚至60、70度，本质上呢，实际上是细菌是存活不了的。我觉得这个就是观感问题，它这个好黏的，一点都不会碎。现在是发酵，这里就是把这个曲呢用那个稻草进行发酵，然后差不多40天是吧？40天左右，然后还把它翻几遍。为什么用稻草呢？因为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了，因为稻草呢又可以吸湿又可以透气。这个是已经发酵完、已经晾干的这个曲药，做曲的小麦，主要就是小麦，云里雾里的。之前已经冒烟的就是在酿酒。因为他们这个白酒呢，都是用这个蒸馏啊蒸出来。看看这个高粱。这里呢就是他们的整个酒窖。哎呀，半曲，一个车间2000多万。我们有28个这样的车间。28个这样车间，啊。太牛逼了！茅台这边的酱香酒呢，2个核心的成分，一个就是小麦，一个就是这个高粱，也叫红缨子。酿造酱香酒呢，它是有一个口诀的，有一个奥秘的。今天呢，我就做一个违背祖宗啊、违背行业的一个决定，我要把它揭秘了啊，叫做12987酿造工艺，就是1年1次啊，2次投粮，9次蒸煮，8次发酵，7次取酒。这个7次取酒呢，每一次取的它整个的酒的口感呢，包括它酒精度的是不一样的啊。1300来个酒窖，酒窖上面再弄上那个什么泥巴呀，止痕泥。我要在上面写个到此一游，可以吗？写个亚军。你写吧，写了给他搞那就行了。好，这个窖就是我的了。这一窖是能出多少酒呢？8、9吨能？8、9吨，嚯！这个叫做镇子，这个字儿怎么写呢？很像一个超大的蒸笼，蒸包子，把这些料放进去，然后开始蒸，跟蒸馒头很像嘛。然后蒸完了之后，从这里面酒就出来了，接酒区，酵泥池，酵泥真的是泥巴？对，就是叫那紫红泥。紫红泥哦，红泥。这边全都是用坛子来储存的酒，这是其中的一层，然后他们还有7栋，1万多个缸，看多少年份了？2010年，这个是宝贝了。12年。
10年试吃，这是好多年呢？这个是30年。 30年哈。这黄了，哎，黄了。现在来开坛，有点紧张啊。咦，金黄。还是能够看到肉眼的黄。这种就看往下倒的时候的那个粘稠度，对，就已经不是倒水那个感觉了。嗯，那这很明显。这个就属于是现在用来当做基酒是吧？对，基酒。哇，太吓人了！这个地方让我来开车，我肯定是不干了。我操！我恐到了！我的天！整个仁怀市我们是唯一一家，这个因为这个是申请的，这个是真的山里面，里面是真的有酒，真的有酒啊！这是像上面的那一坛，那天封了1.2个月，有3坛，有一坛都是2000多万的酒，都老酒。丰满这一座山好像花几十个亿，是不是好酒？那为啥要在外面让它淋雨风吹日晒呢？酱酒就是时间越长，这个陶坛会复兴。你放这个老酒进去之后啊，它这个会氧化嘛，酒的成分主要是乙酸乙酯，酒精嘛，乙酸乙酯，然后它就会和外面这个氧气微氧循环，就会老化。所以酱酒好的酱酒，你放的时间越长，它会越好，越陈越香呢，就这个道理。啊，坏的酒你放了就没有用了，必须是好的酒。那一坛酒现在估值5个亿，茅台酒厂来买都没有卖掉。就是那个是1952年茅台酒厂成立的啊，1953年的那个酒是茅台酒厂的。以前在20年前呢，那这个酒这个市场也不是很好嘛，酱酒最近10年才发展这么快的，所以买过来了。这个我们董事长是遵义的首富，他是做纸业起家的，差不多1000万就收这些老酒来存起来，2003年收购的。然后后面那个酱酒一下子涨了，就是像股票一直涨这么高，本来现在不卖了，是一股穷。当时买在1953年有200斤，是喝了100多斤了，当然没知道这个价值。你看嘛，董事长、老板都要亲自，他在跟我董事长接近4年，我这个就太牛逼了！报一坛吧。我们这里面的酒估值现在是48个亿，18亿，这不吹牛逼的，全是真实的。这坛酒是2002年哈，2002年，这坛酒就是21年的，21年了，22年了嘛，一直在这个屋里面没有搬走过。对啊，我们这个厂就叫老酒厂，为什么叫仁怀第2大洋老酒厂？它就是实实在在的。哇，还是老酒。为什么要用陶坛？陶坛它是有微小的细孔。为什么这个酒放时间长了，它会1天就可能只有10年20年，它会少变少啊？变少，它就是挥发掉了。哎呀，那多亏啊！这个没办法，但是你时间长了越来越贵啊。那你像你直接用不锈钢呗？那个没有这个效果好啊。啊，就真的好酒，你一定要用陶坛，它要以外界这个有微氧呼吸之后，它这个有氧循环，它才会老化。老化之后，你这个酒喝起来入口才会那种绵柔，那种味道才会更好。一坛1000斤的，一坛500万，1.2一坛500万。对，我们一坛水是如大的，所以48个亿这一屋子，哎呀，还一直到里面很多的。哇，这个酒是当时我们去买的招商银行股份，当时抵押在招商银行哈，仁怀市兴宁酒业供应链108坛，我们买了108坛这种酒，就当时买过来的。2003年的时候出了差不多1000万买了这么多酒，28家国营企业都是帮我这买的。为什么要在墙上贴那么多美女画干呢？啊，你看出来了？这个酒啊，它这个叫什么呢？啊，阴阳就是说什么喝酒、美酒和美女，真的假的？男人的还是这样的？天和地，那就诱惑你美女和美酒。这个酒是不喝的，对，你就要调嘛，拿调新酒。喝这个5000块钱一斤，我们卖给他们买这么多都是5000块钱，投5000块钱一斤的，比茅台太牛逼了，太牛逼了。这一屋子40多亿，一般市场上400、500能买到有20年老酒的吗？买不了，买不到，不可能买到。好的嘞，喝了这个酒，
一定会吉祥如意，心想事成。行，鉴定吉言，我看看能不能喝懂。这喝5杯了。好，你从来不喝酒，你看，现在感觉多好呢。你是说啥球？你是说你从来不喝酒啊？真不喝。你连续喝了5杯，了，都是满杯。满杯，入门还没有入进去。对，现在慢慢来，几个味道，酱的味儿出来了，辣、苦的味道也出来了，但甜还有那个啥酸，甜酸还没有喝出来。这个价格大概说了多少钱呢？15年以上的，成本200多块钱在这，这是成本啊，厂里面的成本，市场价的话总得700-800。这个呢是他们的污水处理厂啊，在茅台镇这边呢，据说只有3家，一家呢是茅台自己的，一家呢是政府的，一家有他们的。因为这个做粮食酒呢，它需要很多水，尤其是在后面几道出酒的时候，运用水量更大，所以这个污水处理呢，一般小厂的呢，都需要把这个污水拉到政府那边的污水处理厂，然后进行处理。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一种实力的表现啊。这边全是封坛的酒，酒厂呢都有这个习俗啊，很多那些大哥们啊都喜欢在酒厂封一坛。我之前在网上看什么张朝阳啊，是吧？这些大佬们，马云他们都喜欢在酒厂里面封一坛，几十年以后再来喝，很牛逼啊！整条街全都是做酒的，或者是卖酒的。哎呀，对面就是茅台广场。那些山上啊，大大小小的都是酒厂，然后这个河呢就是赤水河，做茅台用的酒的水。我身后呢就是说茅台最早的酒厂啊，现在呢还在生产，哇，现在都能闻到这个空气当中都是酱香酒的味道，真的不开玩笑啊！你们来茅台镇一定知道，整个茅台镇的空气都充满了这个酱香酒，这个也很牛逼，50年。35000，30年14000。建国70周年纪念酒，一大瓶。七彩茅台55000，买他们这款酒可以原价1499买飞天1箱啊！买1箱，你说这个吸引力真的是我很心动。刚才看那个大姐那个坤沙加脆沙230，正好230，它23300的总价，茅台呢就占了8000多，9000块钱。它的酒呢是成本就是13000多，然后10箱，价格在230多块钱一瓶。这个账怎么算呢？亏了还是赚呢？整得我这个又数学又差，然后对酒又不懂，正好你看2个事儿把我整迷糊了。遇到我这种人，可能我就下手了。那我昨天在抖音上翻了一个卖的特别火的一个当地的一个镇酒，他们的碎沙是139一瓶，然后这个大姐这个呢，说是坤沙加碎沙，但咱也不知道，也有可能是纯的碎沙，卖230。那你想嘛，反正人家也没有给你作假啊，碎沙其实也还行，毕竟也是纯粮食嘛。今天我们来打酒，打一些散酒给我老爸喝。包装多贵啊！一个包装随便20-30块，咱们自己喝不小包装，从这个大罐里面。哇，直接用这个来装酒，哎，有点黄。我们待会儿呢上街上做一个盲品，就是用茅台的这个飞天兑一下这个祥康的599的啊。那鉴赏酒呢，讲个年份啊，普茅呢这个据说呢是5年以上，然后它这一款呢据说是8年以上。那我们让路人，尤其是在茅台镇当地的人啊，他们来品看有什么区别。拦几个路人来盲品一下，哪一款是茅台，哪一款是祥康的酒。如果说是茅台的这个，就是香气比较重一点，香气重啊，这个会淡一点。第一杯是哪个？
第一杯是香康，香康，第二杯是那茅台我，数错了，你看，啊，一口闷。再高一口，没事。哪个是？给你重新倒噻，我说我慢慢倒，重新倒一下，我说。没口感哈。啊对我这个口感。这个是毛子吗？不是毛子，那个是毛子这个是吗？啊这个才是茅台。啊！对对对，对，这一看有专业的，这手法很娴熟，大概是开酒厂的吧？上来有闻的就，专业。这个那您猜错了，您猜对了，是吧？对，哦，那您是专业的，所以你真的是开酒厂的是吧？我不开酒厂，我来热完了。闻，大哥说他一闻就能闻出是哪个是毛子，我细闻一下。我细闻也闻不出来。你多大呀？我27，我靠，27就，那你是多大喝酒的？这个叫1米2扎3赫，这是这个根据的这个标准的。行。是要专门去学吗？还是你喝着就会了？我自己开酒厂。哟，那你这行。这个酱香味比较重，这个是本地的。这个的话，这个毛香味比较重，这是茅台的。可以。行，专业。这来的贵州，看那老板，大家都是大奔哇，奥迪哇。昨天我在路边看了一辆仰望 U8哇，比亚迪的100万豪车。这茅台镇都有这个车，你这大家都有钱。比如说这个，就随便说吧，比如他那个什么淮庄啊、国台呀、或者什么金匠啊这些。你说啊，它的标准价是多少钱？我告诉你，没有标准价。你来了，那么你就是一个标准价。你花多少钱买的？对，你花多少钱，就这个是它的标准价啊。然后包括这个年份，你说，哎，我想买点老酒，好多老呢？他们就说了，5年就叫老酒啊，怎么了？那还有8年的呢？那15年的呢？刚才大姐给我弄了一杯30年的。8年基酒混30年调味酒，我操！你听一听啊，30年的老酒价格蹭的一下就是翻1倍，再分什么坤沙呀、什么碎沙，好像也有，里面还要再分什么混了坤沙、碎沙5年、碎沙8年，这个又不一样。我终于明白了，第一天那个老爷子告诉我说，中国的酒博大精深啊，文化底蕴深厚。你这个是往里硬套的，我硬套，他跟你喝还不一样，你喝10年酒，你不一定能搞懂这一家酒厂的招儿。早年间呢，这个茅台镇呢，核心产区呢是以茅台老酒厂为中心，然后往外扩个7.5公里，然后现在呢扩大了，扩大到了14.4公里，大家要理解嘛，大家都要吃饭是吧？那最牛逼的几个厂子呢，这个早年间呢，现在其实变化也很大。3台1庄早年间是牛逼，哪个3台呢？茅台、国台、钓鱼台，然后淮庄。现在呢，就说淮庄有点拉垮哈。对，淮庄有点拉垮了，因为做那个贴牌酒做太多了，所以呢都贴淮庄。那你也淮庄，我也淮庄。你淮庄呢可能是50多块钱的那个价格，我淮庄可能是300块钱的价格，大家互相打。消费者呢又品不出来，所以呢，这个淮庄慢慢的就被搞的，就是大家有点不信任了。这个也是现在我觉得酒啊里面问题最大的一个，这个整个行业的一个问题啊，就每一家的系列名字又多，然后又有贴牌的，又有自营的。它贴牌呢，它还是会用你淮庄这个名字，在瓶子上面也会出现嘛，那你就会很容易误解。包括我昨天看那个直播间，小杨哥在卖茅台集团的酒，卖价100多块钱。你一听，我操，茅台集团100多块钱的酒，茅台旗下那个子公司呢叫茅台集团保健酒公司，但是呢，跟茅台集团的酒啊是八竿子打不着，根本不是一个事儿。但是你看小杨哥那么大，他也要蹭这个茅台集团。但你这话说出来有毛病吗？也没毛病。他说的是茅台集团，不是茅台酒那个公司。你说擦边这个有错吗？他也有错，但是他又不违法，然后让你以为你花了100多块钱买的跟那个飞天1000多块钱的价格是一样的，就是很扯淡啊。
我们普通消费者可能就想了，在茅台镇这个酒，那是不是真的跟茅台一样？就是说和茅台对比的话，它肯定都会有差异的，生产工艺的一些细节，就是说都是一样的，但是就说细节上没有茅台，可能就是说抠那么细，就没有这么细嘛。就是说它是从一个小细节、2个小细节、3个小细节，慢慢的变化，它就成为了一个大的一个细节。还有什么呢？这个调味酒的这个上面，茅台的老酒、调味酒这些就是比较多的啊。第一，他们的细节，他们的标准更高、更细致。对。第二就是他们老酒比较多。加上就是这样，老酒越老越好嘛。就说茅台来讲的话，它有5加8加 N，5年的基酒，8年的代酒。N 个调味酒的话，你就没有办法。N 个到底有多少个啊？对呀，这个就他不知道。不知道啊，他就没有人泄露这个秘密吗？不可能，这是一个未知的。那这个就是我们选择香康的2款酒，特别简单啊。咱们拒绝套路啊，也拒绝花样，简单一点。这个世界能不能什么都简单一点，对吧？包括我们酒的成分啊、工艺啊，我们都希望透明公开，不搞虚头巴脑的，不搞套路。这2款酒呢也很好理解，白色便宜一点啊，绿色贵一点。2款酒呢都是坤沙，现在没有做碎沙。然后白色呢，它这个年份在5年左右，这个跟我们前面讲啊，茅台飞天差不多就是5年以上。然后绿色呢相对比较老一点，8年左右。因为香港他们很多纯酒都是10年、8年这个时间。当然呢，它也不只有这一种酒体，还会有别的来调味酒啊什么的，反正就是比较复杂。那毕竟呢，我也不是个懂酒的人，所以最终呢还是要大家来评判啊，好不好？你们说了算。那也正因为我不懂酒呢，所以我们这一次选的都是大厂的，整个的窖池啊1000多个，包括他们的产量这个几万吨的基酒，我觉得业内人都懂了。这2款酒呢也不是我的定制啊，所以你们不用担心说这是不是我搞定制啊，不是，这是他们正儿八经代理商要卖的。好了，如果大家有兴趣或者想要尝试的，给我私信，我们一起来团购，价格一定还会让你觉得很划算的。